所以中国武术的很多名称啊很重要，它在告诉你这个式子怎么练。白蛇伏草，什么叫做伏？所以你这个有的你把那个形象，白猿现骨，白猿现骨，你先想这个名词嘛，先想这个名词嘛。你听到白猿现骨这个名词，你头脑里面是什么形象？你不知道？对呀，你先不要想白猿啊，你不要学着白猿，不是嘛？重点在现嘛。你是现苹果还是现香蕉？现什么也不重要，重要是这个现。什么叫现？现是什么力量？下往上。所以你在做白猿现果的时候，你不可以这样子嘛，它没有现啊。所以你知道这个以后，第一个它的力量是什么？力量是我的身体是下，我的手是上，这是第一个现。所以名称在告诉我们那个力量，那个动态是什么，听不懂？然后你想在做白猿现果，它是练肺，它是练肺经啊，它外在的形象是什么？这个线是怎么线？这样线吗？这样线吗？好，我们是这样线，为什么？因为它是练肺的。你练肺，你不可能把肺闭起来练啊。你走1圈还可以啊，你走10圈呢？你不是把肺闭住了吗？听不懂？所以是这样子。好，第一个是线的力量是人下去，手的力量上来，然后形态是这样子。所以当你这个一做的时候，你自然出来这个，你自然出来这个形态嘛。听不懂？所以很多你们要去注意，丹凤朝阳还是一样嘛。重点在什么字？朝嘛，朝是什么？朝是你们看画那个凤朝阳的，都那个头是往上看的嘛，它的力量是往上的嘛。为什么丹凤？因为它是离宫嘛，它是属火嘛，它颜色是红嘛，所以叫丹凤嘛，凤朝阳嘛。所以你在做丹凤朝阳的时候，第一个是往上，太阳在那边，它是抬起来看太阳的，所以你就不会这样子啊。你做丹凤朝阳，你就不会这样子嘛，你就不会这样子。第一个你没有朝的力量，你没出来，是不是这样子？所以你做丹凤朝阳，要手起来，太阳在那边，太阳在那边。他练心的，我的外在动作是怎么样可以练到心？怎么区分左跟右啊？所以形态一出来，啪，就有一个朝啊，就有一个朝啊，是不是？好，朝跟线有什么差别？线也是往上啊，我们刚才讲嘛，线也是往上啊，朝也是往上啊。部位的差别是我们用它来练心或是练肺的差别嘛？在力量上有什么差别？线是谦卑的，线我刚才讲嘛，这个礼物上来人下去，是不是这样子？他是把自己谦卑，把自己往下藏起来的。可是朝不是，朝是啊，我整个人要飞起来一样嘛，晓得吗？这个是朝啊，所以朝的力量，丹凤朝阳一起来，你们看国画里面画那个丹凤朝阳，是那个整个凤好像要朝太阳飞去一样的。
所以潮跟线是不一样的，是不是？哦，那又是干的青龙飞升，飞是一件事，升呢？升不是也是朝上吗？那升跟潮跟线有什么差别？都往上的啊？它那个升，我们把什么东西形容成升？啊？不是，太阳还可以。比方讲那个我们烧东西那个烟，你烧香那个烟盘旋往上的这种东西，这种动态我们叫做升。是吧？所以中国武术的很多名称呢很重要，它在告诉你这个式子怎么练。哦，白蛇伏草，什么叫做伏？白蛇伏草，白蛇伏草，白是指它的宫位那个伏草，蛇在草里面，什么叫做伏？什么叫做躺？什么叫做趴？为什么它不是白蛇趴草，白蛇压草？为什么它叫伏？什么叫伏？啊？轻贴的情境。然后呢？不是，白蛇伏草是往下的，可是当它用一个伏的时候，这个往下的里面有什么力量？有往上的力量。所以它不是这样往下，它不是，它是这样往下，它是跟蛇趴在树里，它的头是这样子起来的，它的身子在草里面，头是这样起来的。跟你们当兵那个匍匐前进是啪啪啪啪，可是你的人要什么？往上往前看嘛，你不能匍匐前进是这样跑吧？这样你也跑，你也跑爬不动啊，听不懂？所以他说伏是这个叫做伏，你就知道，当你在走这个掌的时候，它不是整个往下，它不是整个往下，它是往下起来。坎弓嘛，坎弓中间有一个阳，晓得吗？它不是坤弓，坤弓是全部是阴的，全部是往下的。看不懂？形象。就古人在选这个动物，有没有什么？就是为什么是白猿，不是白猴啊，或者是？有啊。还是都会选那个品种的最高的？不是，猿跟猴是不一样的，猿的动作跟猴的动作是不一样的，猿的形象跟猴的形象是不一样的。猿跟猴有什么差别？啊？猿比较大，是吧？不是。我们讲孙悟空叫什么？孙猴子。为什么他叫孙猴子，而不是叫孙猿？比较稳重。对，猴是跟孙悟空那样子跑来跑去，心不定嘛，所以用它来形容心嘛。它不安定嘛，猿不是，猿安定的、稳的，看不懂？啊，所以古人在给名字的时候，传统武术里面他给名字，他用动物啊，用大自然的形象来给他要告诉我们什么？他要给我们什么？给我们一个形象，在我们头脑里面建立一个形象，而不是不是那种上左步打右拳，它不是这种动作的指导。他讲的，他在教我们的不是这种动作，他教我们的是什么？意象。他要我们建立的是意象，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那很多传统武术到后来，这个东西没有了，他就用比较现代的去形容动作的
换一个形容动作的名称。你们看中央国术馆那个编的拳，大部分在什么？在形容动作。后面编的一些拳，大部分都是在什么？都是在讲动作，没有意象的。说他们能解释成是白话文跟文言文的差别？这不是白话文跟文言文的差别，是你这个文字在形容什么东西，就是你这个创作者，你的头脑里面是什么？你就算是白话，你写一首白话文的诗，人家读完这个诗是索然无味、平淡，只是字面的文字排列、音韵排列，还是我读完这个诗，我头脑里面有一个意象出来？我刚刚想到，就是因为用那个象形，好像会有那个静的感觉。对。白话没办法有那个静，就是静的那个。他没有想象力，因为他把所有东西都说定了，你知道吗？他就没有一种意象的那个想象力存在了。所以越传统的武术啊，你去看它的名称那种东西是什么？那种东西是绝。这种绝不是用文字告诉你什么，这种绝是意象。晓得吗？我常说当初杨英风收朱明，杨英风教朱明什么东西？什么都没教，他就带着朱明到全世界博物馆去看。朱明的技巧已经很好了嘛，可是他就在三义那边雕东西啊，他的眼界没出来，他头脑里面没有。你们到三义去看，每一个观音，每一个关公，每一个什么都通通一样，要把那个好木头都浪费掉了。为什么？他们头脑里面没有其他的东西。所以杨英风是教朱明怎么教，带着他到世界各地的博物馆看嘛。原来可以这样子原来可以那样子头脑里的东西就慢慢多了嘛，让他开眼界，头脑里的形象，我可以做的可能性越来越多。听不懂？我们传统武术的名称就是这个东西，晓得吗？我很早以前写过一篇文章，在讲这个。这个部分在研究国术里面很少人谈，很少人去做真正的研究。其实这个是最重要的。有中国武术跟其他的武术在文化上，在教学方式上面，它怎么教，这是一个很大的区别。大部分的其他武术是教动作，是教动作为主，是不是这样子？中国武术不是，中国武术是教意象。就算他名称没有这个，传统老师在教的时候，他告诉你这个，他会说你想象什么？晓得吗？他们不会像现在教你的左脚怎么样，你的脚怎么样，你的手角度应该在哪边？他们不会这样教，不会这样教的。传统的教法一定是给你一个意象，你去抓，让学生去体悟那个意象。你体悟的越好，你练的就越好。这个要去注意的。所以中国武术里面这个动物的动作的名称很多大自然风云雷雨这些东西的名称很多
它都是什么？都是力量啊。好啊，你们知道是这样子了以后，你们回去试试看试试看，一想啪这个，一想啪就这个啊。你们练单凤朝阳也是，啪一换起来就是啪单凤朝阳，单凤朝阳，啪就有了嘛。心窝也开了，人也起来了，是不是？就做出那个潮啊！你们可以用这个方式去试试看啊。好，我们来练一个小东西，把这个收了。